Step 1,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2,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3,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4,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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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 Wen。有看最近一部的影片，应该就知道说那部影片是我最后在台湾拍的一部影片了。那天这部影片呢，就是我在一个全新的国家重新开始、重新奋斗拍的第一部影片。其实蛮紧张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一个国家。很意外的是，我人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会搬到这一个亚洲的国家。就如上一部影片讲的，毕竟我现在还是很想要在这个行业闯荡，为了确保我的这些分享不会游走在公司的灰色地带，所以就不会在网络上公开说我在哪一个航空公司上班，就是相关资讯。我的频道的走向呢，会比较偏 general 的一个方向，跟大家分享说空服员的一些 tips， 或者是事前准备，或者是可能会遇到的事情。这些东西其实不管你今天在哪一家航空公司都是会遇到的，只是说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procedure 会比较不一样而已，但其实都大同小异。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我从来没有来过。前几天其实就是心里有一点怕怕的。虽然说我在卡达待了3年，不过相比这一次的经验，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同。卡达航空它会全部都帮你把事情做好了，你真的就是只要人到那边，然后乖乖的照着卡达航空叫你做的事情，几点几分集合，几点几分做什么，这样就好了。可是来到了这个全新的航空公司，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公司它就只是交代你一件事情，那要怎么做，该怎么做，只能由你自己去决定。公司只是说你要完成这一项任务 ，deadline 给你了，你就必须完成。那这之中你怎么完成它的，公司一概就是不会插手。觉得这一方面让我有点压力，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国家，然后我又是一个蛮求好心切的人，所以说前几天压力有点大，就小小的崩溃了一下。不过我知道这就是必经的路，现在好很多。我明天开始就要受训了。经营这个 YouTube 频道，目前主要的方向是希望可以提供想要考空服的朋友，或者是说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朋友，要提供一些非常非常直接、明白、没有任何修饰的一些分享，可以让大家更清楚说这是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方向，才不会给其他人有过多的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的 update 可能会变得比较慢，也有可能会透过就是 YouTube 短片的一个方式 YouTube Shorts 跟大家分享说我的一些受训的心情。前言就到这边为止，要进入正题了。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就是之前有朋友在影片下面留言说，想要知道到别的国家当空服员大概行李要带什么东西，要如何打包。老实说，我的兴趣，因为我并不是一个 travel light 的人，我这个人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想很多，别人想到 step 1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已经想到 step 3了，所以说我在打包的时候，其实我经历了很多 tug of war 拔河，就是要带不带，要带不带，到底要不要带。今天分享这个纯粹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我也不是专家，绝对不是在这一个方面，我绝对不是专家。所以在打包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清单。到了新的一个国家，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食衣住行娱乐。打包的过程中，我省略了行这一个部分，因为交通的话，基本上你也无法做事情的打包。在台湾能做的，顶多就是把你的驾照换成国际驾照，就是 according to 你要去的国家是什么。这次是以空服员的心态去做准备的，所以在行的这一个部分，我就直接省略了，因为不用开车，我一定是搭车到处跑。其实我原本那时候想说，我在打包的时候可以一边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直接拿东西出来让大家看。不过那个画面真的太恐怖了，就是非常非常的乱，拍起来没有一个系统性，就只是有点像一个一般的生活 vlog。那这样子确实就蛮浪费时间的，所以后来就觉得说我干脆就是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就直接口述的跟大家做分享。那个时候我在卡达的时候，卡达航空呢，它是提供台湾人，我记得好像是将100公斤的行李，不过
台湾人跟其他国籍的人使用这100公斤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台湾并没有卡达航空直飞的班线到卡达，台湾人是必须坐其他的航空公司，然后再转搭卡达航空的飞机直达卡达。在这个情况下，因为有另外一家航空公司的参与，所以说在 cargo 的部分，我们就不能直接100公斤跟着我们的人这样子一起飞到卡达。像我那时候是从台湾飞到香港转机，像这个时候呢，就看我搭的航空公司是什么，那它的 baggage allowance 最多可以给我几公斤。卡达那个时候呢，他是说我可以就是买超重，那超重的那个费用呢，就是我们先自己付款，然后到卡达之后我们再去 reimburse 它。回卡达的时候好像是带了2个大行李箱加一个登机箱，然后一个后背包。等一下我分享的经验会是以40公斤的行李打包做分享。40公斤比较少的 quota， 你可以带什么，跟把一些你是对空服员来讲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就是必带的，等一下就分享给大家。这个打包的习惯跟方式是因为我的个性，我才这样子做打包的。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那这个影片就可以当做参考就好了。第一个 part 就是食物，其实我对于亚洲的食物并没有感到就是非常的着迷，我是就是吃什么都行的。可是我个人的饮食习惯比较偏向西式跟欧式，像早餐我都喜欢吃水果，然后燕麦之类的。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那时候成为空服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从台湾带一些料理包。那这个料理包要非常注意一下，就是你入境的那一个国家，它能不能带一些肉制品，像加工肉制品，它能不能带这一些东西，你必须自己先上网去就是查一下资料。因为我并没有料理包的这一个困扰，所以我通常就是在这个方面我没有很担心。对于食物的话，我一定会从台湾带的东西，而且是我去卡达的时候跟我这次来这边的时候都一定会带的，跟吃的有关的就是保健食品。可能也是因为年纪到了，然后加上在这个行业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其实是蛮大的，所以说如果你并没有好好的去维持你的身体机能，其实很多人会在从事这个行业的1年后，身体就会慢慢的变糟。之后我第一次准备要成为空服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要带的东西就是保健食品，一定会带的就是综合维他命，那我就是带善存。另外会带的一定就是叶黄素顾眼睛的，因为空服员很多时候也会飞红眼斑，那你的眼睛的休息的频率跟规律就比较不一样。准备的量就是先以3到4个月能食用的完的，通常受训都落在2到3个多月。在这之后你就到处飞了，到处飞你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各国的超市做采买。食品的部分基本上现在就是这样子。再来就是跟衣着有关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办公的套装，其实就可以比较 casual 的办公套装，就是不用穿得太正式，所以就是半正式的套装，应该这样说。很长时候你进出的航空公司的办公大楼，你不可以就是穿牛仔裤或者是布鞋、球鞋就这样进去的。当然这也是航空公司会给空服员的一个 dress code， 不然我是会带2套。第二个当然就是内衣裤，这个应该不用讲了吧。除了内衣裤以外呢，会建议大家是也可以带一下内搭的，像小可爱。今天去卡达航空，其实这个小可爱是他们的一个对空服员要求的一个 dress code， 在他们的 uniform 里面，你一定要加一件小可爱，这样才不会把内衣的形状露出来。当然，有些航空公司可能就没有这一个规定。再来要携带的就是丝袜，你的stockings。卡达航空它有分，它的 uniform 有分裙装跟裤装，这对组员来讲非常的友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穿裤子的一个女生。在卡达航空飞的这3年，我从来真的没有穿过裙子，因为我穿裙子的话，我做事的方式就不能很利落。在卡达航空飞的时候，我都是穿裤装。穿裤装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买半截是半筒的丝袜，就是拉到小腿部的那一种。卡达航空的 grooming officer 在检查的时候，他只会看你有没有穿丝袜。所以说，我呢穿裤装的时候都是穿半筒的，而且半筒的好舒服，我的大腿可以自由的
伸张，自由的张开，要拉几度就有几度。但如果你今天是要穿裙装的女生，那一定就是要穿屁股到脚的那一种 stockings。stocking 的话，其实在台湾就是可以多带几双来，因为真的卡达你找不到更好穿的丝袜了，而且卡达航空的组员很多都会找台湾人，请台湾人帮他们带一些丝袜到卡达，因为台湾的丝袜品质真的算是不错的。再来就是带夏天跟冬天的衣服。卡达呢，它是一个非常热的国家，穿着方面，夏天呢，我觉得都可以带像这种类似像这样的小可爱，或者是bra top 裤子、裙子。看你要带什么。如果是去卡达的话，建议你一定要在携带薄薄的薄衬衫遮一下你的皮肤，因为卡达的风俗民情比较保守一点，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所以说在穿着的方面就真的不能那么的暴露这样子。衣服的部分呢，冬天的部分建议大家可以多去 Uniqlo 买发热衣。成为空服员之后，因为你去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冷的程度都不一样，只能以洋葱式的穿法来做应对穿搭。最保险的方式就是你每一个穿搭里面都有发热衣这个东西。台湾蛮厉害的，现在发热衣有做那种像 Uniqlo 就是一般的发热衣，现在也有做到那种就是 top 的发热衣，所以说发热衣可以带个几件。再来就是袜子，会建议大家就是带一些羊毛袜，像我冬天飞欧洲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就都是穿羊毛袜在里面，脚真的是蛮保暖的。我很多东西都是比较偏机能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拍完美照的人，我就是一个觉得说实用为主。再来讲到鞋子的部分，我通常都是一双球鞋，跑步用、运动用的一双靴子。这个靴子主要也是因为要迎冬天，所以我会带一双靴子。再来就是可能一双比较淑女一点的平底鞋。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双高跟鞋，是进出办公室的时候会需要穿到套装。我在携带这些鞋子的时候呢，我都会以平底的居多，因为当空服员之后，很多航空公司的鞋子都是偏高跟的，所以在已经就是工作上走了这么多路都穿着高跟鞋，对你的脚其实是蛮伤的。但当然也是有一些女生真的很厉害，她们就是对于穿搭非常的注重，那他们就是可能也会带一些高跟鞋来做穿搭的搭配。当然这些搭配呢，我觉得可以之后的开始真的在上线飞的时候再去做选购。但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的是先做行李的打包参加受训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携带平底鞋就好了。再来跟衣服相关，我觉得蛮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针线包跟安全大头针。让大家可以就是自己准备一下你自己比较熟悉的针线包。会要携带针线包这件事情，卡达航空有规定啦，因为你的 uniform 你在做射的时候可能扣子掉了，裙子裂了，在飞机上高空 30,000 feet 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你就要在你的行李箱里面，你的登机箱一定要放这些小小的针线包。可是基本上我什么颜色的线都有，不过其实你就可以准备比较深色的线，或者是你看你那一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大概是什么颜色的，你就准备那一个颜色的线。刚刚跟大家也有分享到的大头针就是这种的大头针，安全的大头针，这个真的很好用。我在卡达航空我们的制服上机的时候，我们在做服务的制服它是有纽扣的，那纽扣缝的有时候都缝不好，它会突然间就掉了，或者是说勾到什么东西它就掉了，所以我掉的时候我会用大头针直接穿过那一个洞，就直接固定在我的制服上了。那后来呢，我就都把我制服上的扣子直接全部改成大头针，就不用怕它就是掉下来这样。衣着的方面呢，就是隐形眼镜。对于就是有近视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麻烦，真的不应该近视的。他现在有两派的人，准备要去当空服员的朋友，或者是我一些已经做空服一阵子的朋友，全部都去做眼睛的雷射了。你像我一样，就是会怕怕的不敢做，那我们就只能继续透过使用隐形眼镜来就是矫正我们的视力。隐形眼镜方面，我真的会觉得大家可以用日抛，大家可以先携带个3到4个月的量，半年的量，眼镜其实不会很重。之后开始飞的时候，就是可以多申请一些亚洲的航点补货这样。但要讲的就是跟你的住宿有关了。我看过我卡达宿舍的开箱影片，就大概可以知道说你真的搬进去宿舍，卡达的宿舍之后，什么都帮你准备好了。我来这一个国家的时候呢，40公斤的行李，我精简了我最需要
的一些电器产品跟一些 gadgets。第一个就是大同电锅，那真的很方便，它跟一般的像电子锅那一些，虽然可能电子锅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可以更精确的去烹煮食物，不过我觉得说反正能吃就好，方便快速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特别去定制了220瓦的大同电锅，这个是必须要先去定制的，因为台湾买的电锅价面上都是110瓦，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搬到卡达或者是到我现在这个国家来的话，又是要220瓦。在受训的时候，你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时间去复习老师教的东西跟阅读新的知识，煮这一方面真的能省则省。有一些人我知道是在受训的时候他会以外食为主，但因为我就是对吃的虽然说没有特别的要求，可是我比较喜欢吃我自己煮的。那这是自恋吗？加上自己煮真的蛮省钱的，我真的在受训这一期间能填饱肚子就好了。这个方面我很常用做的是电锅料理，像我就会直接趁假日的时候利用电锅煮咖喱，一大锅咖喱，然后就是去做分装。我只需要利用假日的时间好好把 meal prep 做好，其他天我就是把做分装好的东西拿到电锅加热就可以了。这一定是空服员必备的东西，那就是转换插头，你一定要买。我自己用的最习惯的还是像这种小小的转换插头，然后它也是可以变蛮多转换，不同国家的转换。那因为这是我从之前就一直在使用的，跟现在很多网红分享的东西，可能这个就比较 outdated， 所以说看大家喜欢的是什么。不过目前我真的很爱这一种，蛮方便的，而且我这样飞了这么多国家，老实说我有遇过说不能用的。对，它的牌子好像是 Sample 的转换插头，生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我在灿坤买的。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真的好棒哦，这是我从我家人拿到那边的一个礼物，小米的米家的。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买延长线的人，因为我觉得延长线好恐怖。我那时候在卡达，跟我现在在这一边，因为我主要充电的时候都是充平板手机，然后加上可能一个吹风机这样吹头发，台湾的吹风机的头嘛，所以我就是会，你有看过吗？这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家人去哪里买这个的，不过它的插头那时候拿到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呢我就会插上我的转换插头，然后这个就是应对我现在住的国家去做改变。这个开关就是这样子打开之后呢，我就多了2个地方，2个 USB。我自己本身的这一颗上面又可以再插，所以我觉得就还蛮方便的。转换插头很重要，因为真的到处飞，所以你可以准备至少2到3颗。你家里用1颗，行李箱放1颗，然后另外1颗再拿来当做备用，这样子。那我要分享的小家电，觉得我分享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到很酷炫，因为我都是因为别人在用我才认识的一个小米吸尘器。那我那时候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很方便 ，USB 充电的，加上就是你在受训的期间，或者是你开始上线飞了之后，你的时间真的很少。空服员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因为空服这个产业就是拿时间去换取金钱。这真的你会意识到说时间真的很宝贵，尤其是你自己的时间。当然不是这个产业而已，大家工作之后应该都觉得说你看不可以再拿来打扫了这样子。他会买这个的原因是因为觉得随手小小的清理一下，总比就是要隔一阵子大的花很多的时间来清理家里来的好很多。通常就是想到就会随手吸一下，它又可以对一下 what 好，可以调整它的长度，有像这样子吸桌子的时候就这样子小吸。如果真的是想要远离那一区的灰尘的话，就把它变成 Pinocchio， 加长它的鼻子。来跟住有关的东西呢，就是保鲜盒。保鲜盒好重要。第一个，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环保，但撇除这个环保的议题，保鲜盒就是在你受训的时候，有一些人为了想要就省钱这样，然后也不想要每天都外食，保鲜盒一定要是可以微波的，做三明治或者是卷饼，上班受训的时候吃。上线之后呢，我也是会带保鲜盒，主要一个原因也是为了1年之后，你就会觉得飞机餐真的有时候蛮不健康的。很多组员就会开始注重身体的一个保养，他们会自己带水果、带蔬菜上飞机当一餐吃。这时候就是在受训的时候，我用保鲜盒、微波保鲜盒带我自己的饭拿去公司加热，省了蛮多钱的。再来就是 USB 充电线，这个非常基本的吧，一定至少要带3到4条，因为 you never know what's gonna happen。放2条在你的上班的
登机箱里面放2条就是自己的小包包做备用。在卡达航空飞的那3年，真的好多乘客就是跟我借 USB 充电线，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时候在飞机上充 USB 的线充电，用他们自己的线，就真的无法把电充进去。有时候确实是飞机上硬体设备的问题，可是有几次我换成我的线之后，电就充进去了。所以这个方面，现在对我来讲还是一道谜。接下来要分享跟住有关的呢，这2个第一个就是行动电源。行动电源是大家现在必备的东西，可以带个2个。像我通常都是自己的小包包放1个，然后公事包放1个。有时候可能你的 Zone 的乘客，他可能就是 Speed 线，不管怎么充都是充不进去。你换成你的线了也充不进去。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你跟他说：“我借你我的行动电源好了。”我真的有2次就发生这种情况。来就是另外一台小小的黑色机器，是组员的一定都知道，它是我在香港买的 PokeFi 的东西，就是网络机。一次当空服员的时候，我到卡达，我就是买这一台 PokeFi。PokeFi 的 plan 有很多，像他会说你可以买几 GB 的网络流量，然后它的涵盖范围基本上全球都可以，只有少数国家没有，所以这个方面你可能要自己上它的官网去，就是再查询一下。11住就是这样子，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不过大家的时间很宝贵，就是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再来要讲的就是教育的育。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